這是延安時期震動全國的命案。一個走完25000里長征、身經百戰的紅軍幹部，沒死在敵人的槍炮下，反而倒在了延安的沿河邊，因為一己私欲，竟對着一個16歲的女學生扣動了扳機。命案一出，整個延安吵翻了天。有人喊殺人償命天經地義，有人哭求留他一命上戰場戴罪立功。最後，毛主席一封親筆信直接一錘定音。1937年的延安是全國進步青年心中的革命聖地，大家肯操小米，筑土窯洞，條件雖苦，可紀律嚴，人心齊。正是靠着這股勁頭，這支隊伍在全面抗戰的風口上穩穩站住了腳。鬧出人命的黃克功是根正苗紅的老革命，他16歲參加革命，跟着隊伍上井岡山，闖長征路，身上留着好幾處槍疤，實打實是靠戰功拼上來的幹部。到延安後，他在抗日軍政大學任隊長，是不少人眼裡能打仗、有資歷的猛將。那個被殺害的姑娘叫劉倩，是千里迢迢投奔延安的進步學生，當年才16歲。兩人起初有過往來，黄克功提出要結婚，可劉倩覺得自己年紀小，想先讀書，先幹革命，不肯答應。就這麼一段尋常的感情分歧，黃克功卻鑽了牛角尖。1937年10月5日晚上，他揣着手槍把劉倩約到沿河邊，再三逼婚被拒後，竟連開2槍，活活打死了這個滿懷革命理想的姑娘。案子很快告破，黃克功被當場關押。消息傳開，整個陝甘寧邊區都炸了。當時全面抗戰剛爆發，國共合作剛剛啟動，全國的目光都盯着延安。共產黨的隊伍到底是支什麼樣的隊伍？所有人都在看。革命隊伍也立刻分成了2派。一派說殺人償命天經地義，何況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，必須嚴懲。另一派卻紛紛求情，說黃克功是井岡山的老人，走過長征立過功，如今前線正缺人，不如饒他一命，讓他戴罪立功，死在抗日戰場上也算贖罪。爭來爭去，核心就是一個老問題：功勞能不能抵罪過？在舊軍隊、舊社會的思想裡，立過功的人犯了事，總能靠軍功、人情大事化小，多少人命都能輕輕接過。延安這支隊伍要不要也走這條老路？就連黃克功自己也抱着功可抵過的念頭，給毛主席寫了信，求留一條性命，讓他死在抗日的戰場上。一邊是鐵證如山的人命，一邊是實打實的戰功。這道難題最終擺到了黨中央面前。公審大會召開前，審判長雷經天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回信。這封信裡到底寫了什麼？又憑什麼能壓下滿城的爭議？點頭向進主頁，下集揭曉這封定下規矩的信。